让我们为了古兄弟，为了我们的总柜，为了老八家能够得到如此人物，满饮。满饮，满饮，满饮，满饮。请，动筷。总柜怎么看起来有心事？啊，我在想，这王爷声名赫赫，就这样就被弄死了？你呀，还是不太了解钱这个东西的威力。古兄弟，你想知道什么是闯王宝藏吗？所谓的闯王宝藏，都藏于山中腹地之处，处处都是高墙壁垒，机关严密，除了老八家，无人能进。有人说，闯王宝藏是闯王仓皇逃亡的时候，丢在山谷里，被八家人捡到的，后来就发了大财。这纯粹是胡说。天底下要有这等好事儿，那八家人自己都得打个死去活来。胡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自当如此。闯王这种身经百战、雄才伟略的人，是剩下18骑人马都能杀出重围的。这样的大英雄，怎么会连军饷、银子都管理不好？是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了，恐怕天命已经不属于他，不甘心江山被别人占了，因此他命底下8位部将接管了军中这几十年来积攒的财富。这里面有从崇祯皇帝那儿拿来的，也有从贪官污吏手里罚没的，但这些是大顺朝的立国之本，也是未来恢复我汉人江山的凭据。八家受命于此，就以经商身份掩护，因此这笔财富依然在老八家手里，这份责任也背在肩上。我们祖祖辈辈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，将来还得等下去，对吧？这就是老八家。此殿便是存放闯王宝藏的其中一处。这些佛像、罗汉，皆是以纯金打造。大清朝200多年，知道这个秘密的，除了老八家首领之外，就只有你。闯王宝藏，原来不是鬼神之说。这些东西这么沉，他们行军怎么带啊？兄弟，这些话谁也回答不了你。我看你身边的人，也不过就30-40岁，这些东西是200多年前的事了，5代人了。当年顾廷林老先生和傅行主先生曾经立下一个规矩，让老八家每年把生意利润的1成融化了，铸成金银器物，存放于此。聚沙成塔，你可以说这是闯王的宝藏，也可以说它是黄河以西所有商人的精华。真到了国家危亡要有钱的时候，定要把这里散得干干净净。这是老祖宗旧时的一颗心，今天让你看到它，就是告诉你，经商之大道，乃济世而利民。天下财富本无主，以天下众生为主。古平原，谨受教。
马上就新朝了，新帝大赦天下，那个时候你就是自由身了。我现在去买马，到街上走一走，应该很快旨意就到了。哎，先别冒失，再等等，我再出去看看。爹，你让他买马吧。小皇帝的赦令下来了，刚刚县太爷派人在外面喊话呢。郭兄弟，要不你再多住几天，我们在一起还没有好好待够呢。你没看古大哥已经归心似箭了，他若现在有匹马，估计连话也不肯再说半句。一路上多多保重。嗯。这。哥哥，这次南下定要周全。是。山下等候。走。差点忘了你是哥哥了。我想送你点礼物，我想来想去不知道送什么，我就送我那素昧平生的白姐姐一点礼物。那也不用。你新婚的时候，我怕我赶不上，早点送了，心里干净。但我琢磨着，这白姐姐有了你，这世上也就不再缺什么了，何须我再送？你拿着，你平安，就是我给她最好的礼物。这是王爷送你的，我不能要。我拿着有什么用？我爹入监，我也差点死掉，难道还能来救我？倒是你留着，偶尔想起格格这2个字，就当个乐子，我就不留了。接下来还要跟着四爷跑马帮。当然了，我们江湖儿女江湖老。那你一路保重。这，顾大哥，这一年我也读了些书。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，独不会说读书人的话。那也无妨。仗义每都图狗辈，不幸都是读书人。那是负心人的错，跟书没关系。我看书上写，读书人送行的时候都要写诗互赠。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。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既见君子，云虎不喜。顾大哥，保重。